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一場長期主義者的雙向奔赴，認養一頭牛官宣代言人趙麗穎。1月22日，乳業品牌認養一頭牛正式官宣趙麗穎成為品牌代言人。這一官宣並非一次簡單的明星合作，而是一場具有明確戰略指向的品牌動作。在新消費行業逐步告別流量紅利，回歸價值競爭的背景下，一個走過12年的新國民乳業品牌，與一位擁有廣泛國民認知度與長期口碑積累的演員完成深度綁定，也是順理成章之舉。國民標籤與長期主義的共鳴，在消費品行業的代言人選擇邏輯中，高流量已不再是唯一標準，品牌更需要與自身產品品牌氣質深度契合的同行者。此次認養一頭牛與趙麗穎的合作，核心在於雙方在國民性、長期主義與專業高標準三大維度上的高度契合。從國民性維度看，趙麗穎的公眾形象並非依托短期話題或標籤化人設，而是通過知否知否、應是綠肥、紅瘦、風吹半夏等熱播作品長期積累，覆蓋到了不同年齡層、不同城市層級的廣泛受眾，具有明顯的全民滲透特徵。2026年1月，趙麗穎更憑借開年爆款劇《小城大事》的熱播，進一步強化了真實、實幹、貼近大眾的國民形象。這與認養一頭牛深耕民生乳業的品牌屬性也形成了深層次的契合。堅持長期主義則是雙方另一個重要共振點。奶牛存欄超10萬頭，肉牛存欄超3萬頭，奶源自給率突破95%。這些亮眼成績的背後，是認養一頭踏實耕耘的12年。這12年也讓認養一頭牛扎實構築起了從牧草種植、畜禽養殖到生產加工的自主可控產業鏈根基。同樣回望趙麗穎的職業路徑，則常被業內視為非典型流量路線，不依賴爆紅起點，而是通過近20年的角色積累，從配角一步步打磨成具備穩定口碑的國民演員。他所代表的是耐心、專業與時間複利。演員用時間換口碑，企業用時間換體系。這種對長期價值的堅守，成為雙方合作的底層邏輯。此外，雙方在專業高標準上的特質也形成呼應。在乳製品消費從喝得到向喝得好轉變的過程中，消費者對品質標準、生產過程的關注度不斷提升。趙麗穎在演員事業中對作品表現出的專業、嚴選和高標準落地，與認養一頭牛強調的嚴選奶源、全鏈條管控形成呼應，使代言關係具備更強的說服力。從全鏈條管控到穩健增長，鑄就國民性底氣。選擇一位國民度覆蓋全渠道的代言人，本質上也是企業對自身產品力與品牌力的自信表達。而這份底氣，更多來自於認養一頭牛的全產業鏈深耕。在乳業競爭中，奶源始終是核心壁壘。認養一頭牛自成立初期，便將重資產投入放在前端牧場建設上，除了普通牧場，還布局了 A2 型奶牛專屬牧場、絹山牛專屬牧場、黑土有機牧場等特色牧場，通過規模化、自有化養殖，提升奶源穩定性與可控性。這種模式在早期投入成本高，回報週期長，卻為後續產品品質打下堅實基礎。認養一頭牛已經在河北、黑龍江、山東、吉林、內蒙古落地10座現代化奶牛牧場與4座肉牛牧場。在產業鏈中游，認養一頭牛持續加碼生產製造環節，通過自建數字化工廠，引入標準化、信息化管理體系，實現從原奶採集、加工到成品出廠的全過程監控。這種高度垂直整合的產業鏈模式，使品牌在質量把控與產品迭代上擁有更大主動權。目前在河北、
山東已經建成2座現代化乳製品加工廠和1座現代化肉牛屠宰加工廠。在消費端，認養一頭牛並未局限於單一品類，而是圍繞家庭日常營養需求，逐步拓展常溫夜奶、低溫夜奶、奶粉、冰淇淋等多個細分賽道，同時布局牛肉相關產品線，形成乳製品與牛肉品類協同發展的完整產品矩陣，覆蓋不同人群與消費場景。也正是在這種奶加肉雙輪驅動發展戰略下，認養一頭牛實現了從新消費品牌到行業重要參與者的穩健增長。一組數據也證實了全產業鏈的深耕為其帶來的業績3連漲。2023年認養一頭牛集團營收超40億元，2024年超50億元，2025年實現營收超70億元。而當規模上升到了一定的量級，行業也從營銷驅動回歸到產品驅動，全產業鏈能力成為決定品牌天花板的關鍵變量。此次認養一頭牛官宣趙麗穎為品牌代言人，並非起點，而是品牌在已有基礎上的一次放大動作，最終通過國民級影響力，將多年沉澱的產品力與產業能力轉化為更廣泛的公眾認知。產業鏈沉澱與價值驅動新國民乳業的進階信號。近年來，消費市場正在發生明顯變化，短期爆紅的品牌越來越難以維持長期增長。而認養一頭牛錨定國民性而非流量，本質是依托全產業鏈沉澱的產品力與用戶信任，放棄短期博弈，轉向與消費者建立長期綁定。乳業作為民生剛需行業，信任是核心競爭力。認養一頭牛選擇趙麗穎，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：企業正在從流量合作邏輯轉向價值同盟邏輯。從行業層面看，這種合作也為乳業品牌如何走向國民化提供了新的參考路徑，不再單純依賴規模或價格競爭，而是通過長期主義與價值共識，構建可持續的品牌資產。未來，隨着全產業鏈優勢的進一步釋放，以及產品創新能力的持續增強，認養一頭牛有望在更廣泛的消費人群中建立穩定信任。當一個企業與一個演員都選擇用時間證明自己，這種合作本身或許正是國民品牌最真實的注腳，是堅持長期主義的品牌和代言人的雙向奔赴。2. 新劇開播被罵僅1週，高調官宣喜訊的趙麗穎給內娛明星上了一課。在如今這個信息飛速流通的時代，明星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放在聚光燈下，細緻入微地被觀眾與媒體分析解讀。趙麗穎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一經開播，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熱議，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縮影。初期，劇集憑借趙麗穎的強大號召力，吸引了大量觀眾。然而，隨着劇情的推進，觀眾的熱情逐漸消退，收視率也開始滑坡。這不僅僅反映了劇集自身的挑戰，也折射出了當代觀眾對影視作品日益增長的期待，以及對內容多樣化的渴求。趙麗穎作為女主角，本應自帶光環，可惜劇集的品質和角色塑造未能滿足觀眾的期待。許多觀眾在社交平台上表達了失望，認為劇本未能充分發揮趙麗穎的演技潛力，角色的深度與情感投入似乎未能與觀眾產生共鳴，導致她和角色之間的聯繫變得模糊。明星的職業生涯仿佛就是公眾情感的放大鏡，任何細小的波動都會被無限放大。面對劇集未達預期的輿論壓力，趙麗穎選擇了積極回應，而非沉默對待。這種勇氣和智慧體現了她對自己事業的掌控力，同時也是對外界壓力的有力反擊。她迅速宣布與新的品牌展開合作，不僅展示了個人商業魅力，也向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：面對困境，積極進取才是最有效的解決之道。這一舉動不僅是她自身的職業策略，也給同行們上了一課，告訴大家在娛樂圈困境面前要敢於站起來。
趙麗穎的反應不止於此，她發布的時尚雜誌封面再次引發了熱議。照片中的她身穿新潮服飾，氣質優雅，展現了與劇中角色截然不同的風格。這一形象的轉變不僅展示了她在時尚領域的探索，更讓觀眾看到她多面的魅力。與劇中單一的角色情感相比，封面照片中的她更加活潑和自信，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，仿佛她從熒幕中的角色跳脫出來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個體，帶給觀眾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。然而，網絡上關於小城大事的討論依舊沒有停息，觀眾的反饋呈現出多樣性。有人認為劇集的制作水平不盡如人意，更多人則開始反思對明星的期待。其實，明星並非僅僅是某一部作品的附庸，他們是創作的重要參與者。明星的成功與失敗背後，往往藏着無數的辛勤付出與努力。這樣的反思讓我們意識到，作為觀眾，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每一位藝人在背後默默付出的努力，而不僅僅是通過一部作品的成敗來評判他們。趙麗穎在這次風波中的表現，不僅是個人挑戰的縮影，也對整個行業現象提出了深刻的反思。隨着觀眾對作品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，明星所承受的壓力也與日俱增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藝人們如何保持自我，如何應對外界的評價，已經成為值得討論的話題。趙麗穎通過這一系列舉動告訴我們，只有不斷適應市場的變化，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娛樂行業中立足。如今，輿論的多元化也讓我們更加深思，每一個觀眾的聲音都代表了他們對藝術的理解，但也無形中增加了明星們的壓力。在面對如此多的聲音時，明星如何調整心態，保持自我，顯得尤為重要。面對劇集未能如願的情況，趙麗穎選擇展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，正如她事業初期所展現的堅韌與韌性。這種堅持與勇氣，不僅僅是作為演員的職業素養，更是一種對自己價值的堅定認知。在未來，期待趙麗穎在新劇中的表現能夠有所突破，觀眾的期待與支持將成為她不斷前進的動力。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娛樂圈，如何在風波中保持自我，展現個人魅力，已經成為所有藝人必須面對的挑戰。明星不僅要在作品中展現自己的才華，更應參與到文化的創造中，而不僅僅是成為作品的附屬品。與此同時，我們作為觀眾，是否也給予了每一位藝人足夠的理解與支持呢？當我們喜愛他們的作品時，我們是否也能關注到他們背後為藝術付出的努力與汗水？這種思考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藝術作品，也能加深我們與藝人之間的情感聯繫。在未來的影視作品中，期待看到更多的創新與突破，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將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歸咎於個別明星的表現。通過這種更深刻的認知，我們能夠營造一個更加禮節與包容的文化氛圍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共同期待看到更多的優秀作品，期待每一位藝人在藝術的道路上不斷探索、成長。